大家好，我是懒人又想变美的布布。那今天我会和大家分享入冬前我都为自己买了哪些保暖的衣服，分为两种，一种就是贴身的，穿在最底层最靠近肌肤的，另外一种就是穿在中间的大衣和最底层之间。同时还会和大家说说为什么我会买这一些不同材质面料的衣服，还有它们分别的作用和不同点。那先简单说一下保暖的原理，就是阻止身体热流与周围冷空气交换，简单点就是通过衣服保持身体周边的空气温暖，防止身体的热量流失，把热空气困在体内。那很多衣服都是根据这个原理来做的。作为最靠近肌肤的衣服，是不建议买化纤产品的，就通过化学方法加工出来的纤维，尤其是合成纤维，比如聚酯纤维、棉纶、腈纶。这些纤维穿在第二层或者是最后一层，做在外套大衣里其实是可以的，因为长期穿这种纤维编织的衣服对我们的皮肤还是身体是有影响的，比如皮肤干燥发痒，免疫力下降。而且你要是出汗啊，这种纤维是对气味的阻力并没有很好，所以在选择这种贴身衣服上呢，还是要舍得投资一下下。姐妹们可以先不急，因为黑五快到了嘛，我们可以蹲一波折扣再买，香香的。好，那我们先说一下穿在最底层的紧身保暖衣服要怎么选。那我自己分别录了两种材质的紧身衣，这一件是 Evelyn 家的一个小众环保衣服牌子，那另外一件就是你们很熟悉，我经常会在视频里面讲到的，这件是我在 COS 家买的。那我们先说一下，就是这件 Evelyn 家的，它的面料是匹马棉，那匹马棉是100%美国种植生产的长绒棉。它比其他的棉都长，所以制作出来的面料光泽度啊，还有柔润度啊都会更好，品质会更优秀。而且他们有专属机构认证的，买它就比较放心，因为你知道它的材料的来源是有保障的。这种棉时间穿久了也不怎么起毛，相比于普通的棉，这件衣服穿上真的很舒服，就是感觉被轻轻的包裹着，有弹性，不会感觉勒。那透气性呢还可以。因为在面料当中，棉它的透气性不是最好的，那棉含量越高的就保暖性越好。我买了两种颜色，一种就是我身上穿的，然后我买了两件一模一样这颜色的，可见我真的很喜欢，穿它在身上真的是很舒服。还有一个就是这一件混杂色的深灰色，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件是 S 码的，所以穿起来会感觉比较松，但个人感觉会更舒服，不需要买超级小码，留一些空间生长，舒适度会更好一点。它颜色选择上其实并不多，就很单一，黑白灰，然后就是这两个颜色。那作为穿在最贴近肌肤的衣服的话，第一个就看保暖性，但也要注意说不要过厚，这样很容易感觉闷热，然后整个人会不舒服。加上平时其实室内都有暖气了，如果你里面穿实在太厚实，真的也不实用，还是需要给皮肤一些呼吸的空间。叠穿其他衣服的时候啊，会更舒服。那棉材质它其实有一个缺点，它的吸湿排汗性并不是非常好，所以你今天要是去爬山、跑步，做一些耗体力的运动的话，其实真的是不建议里面穿那种棉面料的紧身衣服，因为你这样子排出来的汗呢，棉是没办法把你的汗水快速吸干，那这样子就不能保持你皮肤干燥，你的身体的热量就会很快流失，感觉冷，就不再保暖，很容易感冒。这件衣服我觉得挺适合我上班穿的，我会穿个小背心啊、针织衫啊，保暖又舒服。或者身材好的姐妹呢，就可以直接配一个外套。那因为我的体质是比较怕冷的，所以我冬天排汗量特别少。那我里面穿这种匹马棉的紧身衣服，感觉会特别的舒服，而且还保暖。那我穿了匹马棉面料的紧身衣以后呢，外面就不会说穿那种特别厚重的毛衣。如果你要是平时坐着都会出汗的话，那就真的要考虑一些更薄、更透气的面料。比如我这件在 COS 家买的美丽奴羊毛面料，先说一下，其实普遍羊毛它的吸湿性、透气性、保温性都比棉好。不过对大部分来说，羊毛它扎肉，相反的美丽奴羊毛呢，它既有羊毛的好处，又不扎，因为它的纤维比普通的羊毛细，所以穿在身上不刺不扎。那越细腻的羊毛纤维它就越不扎，它很薄，它很薄，你可以看一看它。穿在身上就很明显，这一件比前面那件匹马棉透气性好很多，完全没有束缚感，感觉它不扎肉，而且舒适度也是很好的。美丽奴羊毛是被认为羊绒替代品，好处理不易走，性价比又高。
很适合比较容易出汗的小伙伴。那我们现在说一下第二层冬天温暖的单品是什么，就是必不可少的毛衣，羊绒毛衣，它在羊毛里面是属于最保暖的，可以很好的锁住我们自身的体温，让你感觉温暖，不是那种让你感觉很热的温度。透气性很好，同时让身体可以很好的呼吸。这件灰色的羊绒毛衣呢，是我在 COS 家买的，我之前视频开箱有介绍过，摸起来特别的细腻，触感很好，然后穿在身上呢，就是滑滑软软的，很舒服。好的羊绒毛基本价位都要$200以上，而且这种价位算是性价比比较高的。如果是 oversize 的羊绒毛的话，那就更贵。那有一种羊绒毛它是可以在200以下买到的，就是像Avalon 家经常出的这种 recycle 的羊绒毛，意思就是把旧的羊绒毛回收，再重新分解，再生纤维，制作的过程是比制作一件全新的羊绒毛衣来的环保。Avalon 他家这个牌子对环保理念是很强的，建议穿回收羊绒毛衣的姐妹要注意看，就是 re-cashmere，RE 它就是回收的意思，不是每一次它都会标注在衣服的那个最大的那个名称上面，最好还是要看一下就是详细的介绍栏里面它是怎么写的。因为是回收的，所以说价位会比全新的羊绒毛便宜一点。这件是 oversize 的，在 oversize 的羊绒毛里面，它性价比算是高的了，再加上我当天买的时候有20%的折扣，所以大家等一等，等黑五再买。它的高领的部分呢，做的还蛮松的，不勒脖子。那脖子短的姐妹可以和我一样，就是把它往里面折，这样旁边那个走线就不会看到。舒适度、触感，说实话是没有前面 COS 全新羊绒毛那么的柔软舒服。其实也能理解，因为它毕竟是再生的，所以多多少少是会削弱纱线的质感，和全新的还是不一样的。但不得否认的就是 recycle 面料对环境是真的非常友好啊。我们下面介绍这一件还是从 Avalon 家买的美丽奴羊毛。面料其实我并不是100%确定它是不是100%的美丽奴羊毛，因为在这件衣服的名称上面它写的是美丽奴羊毛，但是在 description 和那个标签上面只写着100%的 wool 羊毛，但它穿身上真的一点都不扎肉，所以我就当它是美丽奴羊毛。那羊毛的价位就一下子亲民了很多，穿在身上呢不扎也不刺，很保暖，摸起来呢是有厚重感。那这是羊毛的特性，这件它属于就是中等编织的，不粗也不细，舒适度很好，又便宜。美丽奴羊毛真的就是一个很好的羊绒替代品。下一个材质就是全棉毛衣，这件白色的是我在 COS 家买的，在我之前 COS 开箱视频有提到过。棉面料的毛衣呢，它保暖性是没有羊毛好，因为你穿上身就一下就可以感觉到，就是说哦，它好像没有那么的保暖。我穿前面几件衣服的时候会感觉身体在发热，但是我穿这件的时候是穿在身上是感觉最凉快的。那棉啊麻面料的衣服，感觉还是比较适合在夏天穿舒服。那棉材质它的特性呢，我在前面也已经介绍过了。就是如果可以选择的话，就最好不要选择棉材质的毛衣，在很冷的冬天，其实并不是很保暖。那我们现在看看最后一个毛衣的材质，这就是最后一件毛衣，我在 GU 家买的。它的材质呢是100%的锦纶，摸起来是柔滑的，穿上身挺保暖的，弹性啊、韧性啊都不错。锦纶它有着人造羊毛之称，在平价的毛衣里面，我们会经常看到锦纶面料的毛衣。那你在看这种锦纶面料的毛衣的时候，就可以看它的编织紧密度高不高，面料越紧密越细腻的它就越好。锦纶的缺点就是耐磨性差，然后吸湿性也比较差，容易起球啊，还会静电。其实不管什么物品摩擦都会产生静电，只是有些面料它就是特别容易静电，有些面料就不怎么明显。像棉质的衣服也会产生静电，不过相对于化纤面料，棉质衣服静电算是很少的，所以天然成分越高呢，静电相对会少一点。同样面料的吸湿性越高，它静电也越小。我个人在冬天真的就是很怕被电到，所以和我一样怕在冬天就是脱毛衣的时候被电到的姐妹们，尽量避开化纤面料，或者像我实在避不开，会在自己的房间呢放一个空气加湿器，增加空气中的湿度，那这样子我们的衣服就自然它的静电的问题也会减少一点。那冬天我们基本保暖的穿搭方式就是叠穿3层嘛，第一层就是最底层最靠近我们肌肤的，比如保暖衣啊、紧身内衣，中间一层呢就是毛衣、针织衫，外面一层就是外套。那每一层的材质需求也不一样，底层就是亲肤、柔软、透气，比较长时间接触我们的皮肤，所以材质上最好不要选择
化纤，那中间那层就需要保暖，还需要有一定的排汗吸湿的功效。最后一层最好就是抗寒挡风，这3层保护下来，一定可以给你一个温暖的冬天。希望这个视频可以帮助到大家在冬天买衣服的时候不会太茫然。喜欢我今天视频的小姐妹，一定要记得点赞、订阅、收藏哦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